全世界1/3的抑郁症患者在中国。你没听错，不是在美国，也不是在日本，而是在这个号称奇迹的地方。可中国人口只占全球的17%，为什么抑郁的人数却遥遥领先？这一串冰冷的数据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刺痛人心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公开数据，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已经逼近1亿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地铁、在写字楼、在校园，甚至在家门口的菜市场里，每10几个人里就有一个正在被抑郁症吞噬。但他们可能没有说，他们可能还在强撑，他们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向了绝望。这不是虚构，而是真实的、血淋淋的现实。抑郁症，它不像癌症那样让人看得见身体的毁坏，它也不像传染病那样来得轰轰烈烈，但它像一只无声的手，悄悄勒住人的脖子。世界疾病负担研究早已警告，抑郁症是全球第1大致残原因。它不会直接杀人，但它能让一个人几十年失去生活能力，失去工作，失去自我。世界范围内，每年因为抑郁症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。可你知道中国吗？一个以勤劳、勇敢、智慧自豪的国家，正在成为这个隐形灾难的重灾区。为什么中国特别惨？第一，中国的绝对人口太大了，即便抑郁症比例和全球一样，人数也会是世界之最。根据2023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，中国成年人群中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6.8%， 其中重度抑郁障碍为 3.4%。 看似是个位数，但乘上14亿人口，就是9500万到1亿人。第二，中国正在快速老龄化。2024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 2.1 亿，占总人口的 15.4%。而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普遍比年轻人更高。随着未来几十年人口继续老化，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只会越来越多。更可怕的是，老年群体一旦抑郁，极容易滑向自杀。说到自杀，数字冷得让人发抖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自杀，而抑郁症是头号风险因素。中国呢？过去多年，中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维持在25万到28万之间。研究表明，其中约有 40% 至 50% 的人罹患抑郁症或情绪障碍。也就是说，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因为抑郁症选择离开人世。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多少破碎的家庭，多少无声的哭喊。你可能会以为最多的自杀人群应该是压力山大的年轻男性，但在中国不一样，自杀的高危群体恰恰是女性和老人。农村妇女因为贫困和家庭压力走上绝路，孤独的老人因为病痛和冷漠社会走向黑暗。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更令人绝望的是中国的医疗黑洞。你可能以为这么严重的问题，国家会高度重视。可事实呢？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，在过去1年中，只有 9.5% 的抑郁症患者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治疗。换句话说，10个抑郁症患者里，9个没有得到治疗。更残酷的是，在少数接受治疗的人里，能做到足够疗程和剂量的不到 1%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，抑郁症患者基本就是自生自灭。拿来和发达国家对比更刺眼。在一些高收入国家，抑郁症的治疗率至少有 40% 左右，而中国连 10% 都不到。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数量更是稀缺，全国注册精神科医生不到6万名，平均每10万人口只有 4.2 人。而美国是13人，日本是27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县城几十万人口，可能只有1-2个精神科医生，
很多地方甚至连一个精神科门诊都没有。患者想看病，要么去大城市挤爆门诊，要么根本没路可走。为什么治疗率这么低？一方面是医疗资源不足，另一方面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屏障。在中国，心理疾病被贴上疯子、不正常的标签，很多家庭宁愿讳莫如深。病人不敢说，家人不敢讲，大家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于是，真正求医的人凤毛麟角，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，甚至绝望。与此同时，医保对心理疾病的覆盖率极低，药物价格昂贵，治疗过程长期复杂，普通人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看一次医生，而这对很多家庭来说已经是天价。于是，抑郁症患者只能在黑暗里挣扎。更可怕的是社会氛围。在中国，社会推崇奋斗，强调拼命。一个情绪低落的人，很快就会被打上脆弱、没用的标签。有人宁愿硬撑在格子间里加班到凌晨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病。因为在这个社会里，抑郁症不是一种病，而是一种耻辱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明明病得很重，还要在朋友圈装作一切正常。为什么有人在笑着和同事吃饭后转身就跳楼？因为在中国，抑郁症患者根本没有安全的出口。当政府忙着喊口号、描绘宏伟蓝图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正在黑暗中哭泣？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下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往往被忽视。可是，1亿抑郁症患者不是小事，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个家庭的支柱。忽视他们，最终会让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过去几年，中国经济持续下行。2024年 GDP 增速只有 4.5%， 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。房地产暴雷，制造业过剩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这些宏观数据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沉重地压在每个普通人心头的巨石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16至24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，2024年一度接近 2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5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，失业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，更是心理上的坍塌。2023年，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，在失业的青年群体中，超过 40% 的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。而一旦失业期超过半年，这个比例会进一步飙升。失业的青年本该是社会的未来，却在最黄金的年纪被看不见的手推向了抑郁的深渊。这就是经济与心理的恶性循环。经济下行让人失业、负债、焦虑，心理疾病又进一步削弱社会活力，让经济复苏更加困难。最终，整个国家像掉进了一个黑洞。中国正在快速老去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到2035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，占总人口的 30%。而老龄化最大的隐形危机就是老年抑郁。根据柳叶刀精神病学2022年的研究，中国60岁以上老人中，抑郁症的患病率接近 20%。这意味着未来可能有几千万老人正独自面对无尽的黑暗。更可怕的是，社会对老人的态度加剧了这一切。养老金压力、医疗负担、子女失业、家庭撕裂，都让老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很多老人一旦罹患抑郁症，不仅无人照顾，还会被嫌弃。社会对老龄化的消极态度，像一把无形的刀，割裂了他们最后的尊严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自杀数据里，老年群体比例异常高。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，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是城市老人的3倍。在那些没有社保、没有陪伴、没有药的村庄里，自杀成了老人逃离苦难的唯一方式。抑郁症
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。在中国，年轻人同样是受害者。教育体制像绞肉机，为了高考、考研、出国，孩子们从小学起就被推到考场。心理健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成绩，是排名，是那几分之差的命运分水岭。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，超过30%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。走出校园，进入职场，又是另一种炼狱。996、裁员潮、内卷，年轻人每天都像在钢丝上行走。2024年，互联网大厂大规模裁员，数万人一夜之间失去收入。有人在微博写下最后一句“对不起”，然后从租房的高楼纵身一跃。家庭也没有成为避风港，相反，家庭矛盾往往是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中国家庭观念中，成家立业依然是硬指标，可高房价让婚姻变成奢侈品。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平均房价依然高达 1.5 万元每平方米。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，即便不吃不喝，也要几十年才能买下一套小房子。房子、婚姻、育儿层层加码，于是抑郁症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年轻一代身上。真正让人窒息的是中国精神医疗的荒漠化。截至2024年，中国精神科病床数仅有36万张，平均每10万人口只有26张。而根据 WHO 的标准，一个国家至少要有每10万人50张病床，才能满足基本需求。中国差了1倍。精神科医生呢？前面已经说过，全国不到6万人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医生平均要负责 2.3 万名患者，这怎么可能？根本治不过来。于是，很多患者不是排队几个月，就是干脆放弃。更离谱的是，即便有人愿意去看病，医保覆盖也严重不足。精神科药物价格普遍偏高，而心理咨询更是奢侈品。一次心理咨询至少500元起步，很多名牌专家收费甚至高达2000元每小时。这对月薪4、5千的普通人来说，无异于天文数字。于是，普通人只能靠硬撑，靠自己熬，或者偷偷在网上买药。那些没钱的、没资源的，只能在孤独中慢慢被吞噬。抑郁症的可怕不仅在于病本身，还在于社会的冷漠。在中国，抑郁症常常被认为是想太多、玻璃心。有人对患者说：“你就是闲得慌，出去跑跑步就好了。”这种轻描淡写的话，不仅没有帮助，反而让患者更加自责，陷入更深的泥潭。政府呢？他们忙着喊民族复兴、双碳战略、科技自立自强，对这些看不见的病却总是漠不关心。抑郁症不是政绩工程，它没有 GDP 的光鲜数字，于是被排在了无数议题之后。可问题是，当一个社会有上亿人处于抑郁状态，这绝不仅仅是医疗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，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。劳动生产率下降，医疗费用激增，人口出生率继续下滑，这些都是抑郁症带来的连锁反应。中国的抑郁症已经不只是个体的病，而是社会的病。它和老龄化、失业、债务、教育、房价紧紧绑在一起，成了一张巨大的黑网。每个人都可能被网住，挣扎、窒息，却无人可救。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，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景象恐怕更加悲惨。人口继续老龄化，经济继续承压，年轻人继续失业，老人继续孤独，而抑郁症患者数量还会继续上升。那时，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心理病院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数据推演的必然。很多人说，中国是一个不适合普通人居住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，普通人的病痛、普通人的眼泪往往不值一提。
只有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人才能硬撑着活下去。可问题是，真的能撑下去吗？当1亿人被抑郁困住，当90%以上的患者没有任何治疗，当社会冷漠、政府沉默，中国还能走多远？